我这有一块祖传的金锭啊，你帮我看看值不值1000万？嗯，如果你要识货的话，都让你捡个漏。1000万的金锭，这难道还会有漏吗？不过我看你这个金锭的颜色确实是像黄金，但是这个有点发亮。200%是老货啊！这块金锭啊，给俺家放了几代人了。俺老太爷的老太爷，据说当过县令。那县令厉害了，那过去是属于一县之长嘛。但是你这个金锭也不能说因为祖上当过官他就是老了，托起来确实是黄金，这个造型也像过去的金元宝。因为过去的这个黄金啊，它放了100年之后啊，它不会有这么大的火气。你看这油光发亮的，值1000万，这从何说起啊？估1000万这个价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也不是空穴来风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啊，网上的专家，我都找了不止一个了，人家给我定的价，北上广一套房。那说实话，北上广一套房，那最少也得几百万起步了，因为你这定面并没有啥可参考的地方。首先都证明不了他是股东，这何来北上广一套房啊？这太模糊了，这价格。北上广一套房现在拿几百万买不住哦。你不了解那别墅，那随便一套最低都是1-2000万，所以我要1000万。说实话，你也是有钱赚。首先啊，你这核定的价格模棱两可，专家只说一套房，并没有说它的实际价值。你这个价值是按北上广的房价估的。再说网上专家的话，他并不可信呢。他们的通常套路啊，都是给你估高价，然后呢，利用你啥都不懂，趁机赚取你的各种费用，有了几百，有了几千，甚至上万的都有。你这个给你估到上千万，恐怕他收取你的费用估计不便宜了。你也不用抹黑人家专家，他们1分钱也没要我嘞，啥钱也没要。都为了这一块上千万的金锭，我花了几千块钱小钱。花几千，这不算啥小钱了，因为你毕竟这个东西也没卖掉，你花了几千，这有点打水漂了。首先啊，专家估了北上广一套房，它这个价格比较模糊，给你想象的空间，几百万、几千万，让你自己去想。之所以这样做，就完全因为你不懂这方面的知识，然后你这个钉子嘞，我首先看造型，实话实说啊，过去也有这样的造型，但是你这个即使是真的这造型，这个我看着也不太好。另外啊，专家的话还是那句话，他们说的话并不可信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挣你的各种鉴定费。还有你这个金锭啊，无论老旧，你都不吃亏。因为啥呢？你看最近一段时间黄金上涨的比较厉害，对吧？你放个1年，说实话一颗多赚100多，得有好几百颗嘞。还有即使你过去的金锭啊，说实话也卖不上啥价格，因为你这个品相不太好啊。说实话我感觉卖不上啥价钱。你也别磨叽，你都给我看看能给我多少钱，合适了嘞，我都给你，让你捡个漏。因为过去的金锭，非常少见。再少，你这要1000万也没漏可捡，价格太高了。我这拖着说实话不像300克，你看大黄鱼的价钱来折算嘛，对吧？大黄鱼现在一个才几十万，对不对？主要是你这个品相不好，你看这个地方应该用火燎过，这个地方没先用锤砸过，这都有，不知道这用啥加嘞，品相不太好，确实不是上千万的东西。我个人给你看吧，也就是一个金价，几十万。算了，你这不识货，我还是找专家吧。好，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。叔叔，我这里有一把零钱，你看能不能换整钱？我要给我奶奶买一件生日礼物。小朋友，你这可不是什么零钱啊，咱们常见的硬币都是白色的，你看你这上面都跟弄脏似的，你拿这些银行，这都花不出去啊。就是花不掉，别人都不认识这是什么，让我最好喊大人来买一个50块钱的礼物，至于吗？这个让我说太至于了，你这些都是二角银行啊，根本也不是什么零钱啊。虽说它这个个头啊，和我们常见的1元硬币差不多，你应该认识上面的字啊。你看上面写的东三省，宣统、光绪元宝，这都是正儿八经距今100多年前的东西，别人不认识肯定也不敢要啊。他们
们不敢要，就是他们不懂。你们认识，所以我来找你。反正就是这50个小玩意儿，你看着兑换吧。我听你说话像个小大人。这样子，我先来帮你数一数数量啊。10、20、30、40、54个。你像我们过去河南啊，它并没有发行过这种银毫。这说实话，你这又是东山省的，一下子又拿出来那么多，这过程当中这又多出来4个，这咋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，我数好就是50个呀，多4个就多4个吧，找你帮个忙就是相当于送给你了。多出来这4个，相当于是送给我了。听你说这话口气啊，确实是挺不在乎的。在你不了解它们价值之前，也可以理解。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多拿出来4个，因为这种2角的银毫啊，个头比较小，在数的时候很容易数乱，所以你下次拿的时候一定要多数几遍。这东西哪来的呀？这我拿我爷的，他一直放在抽屉里都没用，正好我奶奶过生日，我准备用它买点东西。拿爷爷的钱给奶奶买生日礼物，最后留下这个好名声的是你，可关键是你这年龄太小了，这贸然把这银毫当零花钱花出去，受损失的还是你爷爷。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拿回去。没事的，平时我爷爷也最疼我了，拿他几十块钱的零钱给奶奶买个生日礼物，即使他知道了也不会吵我。哎呀，吵你是小事，动手打你就变成大事了。你这银毫啊，首先这个材质都是银的，看着个头啊小一些，但是它们都是有重量的，一个划到了5.4克了。你这54个的话，就相当于300多克的银子了。现在银子它即使再便宜，1克也7块多了，这毫不夸张的说，卖破烂也得卖个2000多了。2000多，我也不知道一下子能值那么多钱。我想着花几十块钱给我奶奶买个东西呢。你这年龄太小了，对这些银毫不懂，太正常了。卖破烂这是最坏的打算。像你拿出来的这些都是清一色的东山省，平时啊在咱这里并不常见。整体状态这一看就是原汁原味的一窝货，包括包浆，这都是深坑里出来的品相，一个个状态这么好。你看它的字口都是全身打龙鳞，包括也没什么磨损，算是银毫里面的极美品。因为银毫个头小，不易保存，所以能有这个状态啊，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我给你现在保守的话，一个354个，这就是1万好几的价钱了。乖乖嘞，就这一点零钱能值1万多吗？这不是给我闹着玩了吧？你不会不想给我换吧？给你说句掏心窝的话，这一堆银毫无论值多少钱，我都不会给你换的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因为你这年龄太小了，还不能驾驭这些银毫。虽说你上学识点字，但是暂时啊，你还看不懂他们的这个古董价值。主要是我爷爷也没告诉我价格，他即使是银子也不可能值那么多，这1万多说出去也没人信。你说的很对，对于你们不懂行的人来说，你别说1万多了，我给你要1000，估计你都嫌贵，因为这些银毫对你们来说啊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拿在手里面有时候还显碍事。那给奶奶买生日礼物，它是一个好的出发点，你把银毫还拿回去，让爸妈带你去买礼物，下次啊，你千万别拿他们了。没有下一次了，谢谢老板的建议啊，没事没事，赶紧还拿回去吧。我这有2块银锭子，你能给我4块钱，我都卖给你啊！正好我现在说心里话，我现在急用钱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什么样的银锭子2个只要4钱？这卖的也太猖狂了吧！我先看看啥来。我都找人定过价啊。虽说这2块银锭子，含金量不纯，但是按银子的价钱卖的话，我也不吃亏啊。你这俩这都是食粮的馒头锭，我这看着也没啥毛病啊。那如果真按银价卖的话，那你这也太亏了吧？我这什么吃亏不吃亏？这俩东西放家里也起不了啥作用。那是，再加上含金量不纯，真不如换俩钱花，万一真的不够。你这俩是标准的食粮传锭，含银量是正儿八经的雪花银，好歹现在品相状态还都不错。因为这种食粮的锭子啊，主要是看锭形和字口来定价来。你这俩状态一看都是一眼开门，其中你看这个字口特别清晰，属于原光，值多少钱啊，并不是看它的含银量了呀。我看它含银量，我知道银锭和银元，
含银量都差不多哦，无所谓。你只要能给我4000块钱，我就卖给你啊。哎呀，给4000，那应该是你找人已经估过价了。我现在给你纠正一下啊，像这种适量类饮料，含银量是血法银，能达到99%左右，而银元啊是9银1铜的含银量，因为银元在流通的过程中容易磨损，所以不能用血法银。你这俩适量大概得有700克左右了，只要4000，你按克还花不到6块一克。那你现在卖的话也太亏了吧？这是刚才那家金店帮我个估的价。哦，我对这个也说实话也不太懂。想着在它的价格参考下，我想多要点，我想不吃亏啊。人家都说货比三家不吃亏，关键是你只比较了一家，而且还没有对比。你去金店卖个黄金首饰，对吧？还可以把这种适量的银锭当旧银子收，那现在就不太同行了。不过反正你这也没有卖，对你来说也算是零损失。但是你这种卖东西的态度啊，太急，它并不是啥好事。也并不是我太急。我跟你说实话吧。这俩银锭啊，是我姐夫告诉我的。哦，他说就值3000块钱。不然我也不会要那么多。那很有可能是那姐夫不想漏财，才这样说的。你想想，现在银价都6块多了，你正儿八经这是清朝的东西啊，4000还没有现在的银价卖的贵嘞。用脚趾头想想也不能这样贱卖啊。我跟你说吧，像这种适量的银锭，纯适量，比如说这个银元啊，那是9牛之1毛，太少了。在发行银元之前，过去啊，咱这民间经济往来全是靠这种银锭。由于地方银路不同，所以它这个形状大小不一。而你这两个都是典型的穿锭，毫不夸张的说，这种穿锭啊，在过去随便拿一块，轻轻松松换10几块袁大头。你想想，10几块袁大头现在都啥价了？所以4000。说明你啥都不懂，你这俩银锭呢，说实话一点毛病都没有，无非也就是品相好歹的问题。就拿你这个永福楼来说啊，字口刚戳，非常清晰，定型非常完整。因为这个雪花银啊，能保存到这个品相已经很不错了，带远光，地面流通痕迹也不是太明显。永福楼是4大名楼之一，双排锭居多，单排锭个人能看到14500。就这一块能给我14500？对，耶，这两块加起来的话，那基本上相当于小3万了。这价格恐怕我想都不敢想啊！不敢想，只能说明你啥都不懂。另一个，它这个是双排锭，很明显这个状态跟这个永福楼比着差很多。虽然说是一个双排锭，但很明显价格就不会有那么贵了。按照你目前的这个流通痕迹来说，因为它这个双排锭字口不太明显，大概也就大几千块钱的样子吧。大几千块钱也行啊。总比我姐夫哥说的4000多太多了，4000多强多了啊！那是我回去给我姐夫4000块钱，剩下的算我赚多少？你看，那你看，我看还是算了。你这俩适量银锭，想必我感觉也不是你的，不然你也不会这么便宜变现。现在你要卖给那姐夫分，这挣钱挣的也太快了，说不定这俩银锭啊，那姐夫哥还不想卖嘞，所以你不能强人所难啊。关键是我急用钱啊，把成本给俺姐夫哥就行了。你别磨叽了，你还是直接跟我说个数吧。确实帮不了你，你再找其他人看看吧，好吧？给，也呵，有生意你不说啊？真不知道你咋想的。算了吧，我还找其他人去吧。对，你找其他人吧，我这弄不了。走，我走了。也不知道谁那么傻。这好好的2块大黄金，你说谁往垃圾桶里扔？你还真别说。你这俩还真不是一般的黄金，你看它这个外观形状像马蹄，在我们行内称之为马蹄金，这该不会是你在垃圾桶里捡了吧？对，这是我婆婆妈在垃圾桶里捡的。捡的时候外面还有2个好看的包装盒。没想到这竟然发生了意外之财。那如果是真黄金的话，确实是发一笔意外之财。现在黄金价格啊，处于历史最高价，这2个个头估计得有2-3斤。你就是按金价卖得大几十万价值了，你更何况马蹄金是过去的古董，那如果是真的，这价格不可估量啊。具体能卖多少钱还不知道。我早今年称量过，2个不到400克。我都准备为这2个黄金离家出走嘞。因为这捡来的马蹄金离家出走，那确实是挺让人意外的。首先真假你也啥都看不懂，另外像这种马蹄金这么大个头的话，2个不到400克，这重量有点不对啊。我不管它重量对不对，我婆婆妈捡来这2个马蹄金就应该是我的。想给我妹妹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听出来了哈，你这是一个人想霸占妹妹的那一份，
如果这俩马蹄锦是一个试金石的话，那你这想据为己有，这好像这么办的话，那你这个妹妹，你在她面前说不过去啊。我就告诉他们2个这东西是假的就行了。因为我娘家妈还有个弟弟，马上都要订婚了，彩礼得几十万，我得给他拿出来。这相当于是绕了一大圈儿，最终马蹄锦卖了是为了帮娘家人。有一句话怎么说？伏地魔，我只在网上看到过，现实中确实没见过。我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有啥过分嘞？我就一个弟弟，我不帮他，你说谁帮他？那是帮弟弟，这是太正常了。那兄弟姐妹之间帮忙很正常，这关键是看你怎么个帮法。这拿着婆家的东西，关键是你这个马蹄锦都没有分配清楚，弄得与婆家人不愉快，一味的去帮恁弟弟，这于理不通，让人大跌眼镜啊！你也不用讽刺我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我的家务事你就别操心了，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嘛？那行吧，我给你简单的看一看。如果这俩马蹄锦是真的，价值确实不可估量。因为马蹄锦它不只是传统的黄金那么简单，传统的黄金你要多少，只要手里边有钱都可以买得到。细看你这个马蹄锦，这上面你看打了都有钢印，虽然说看不清是啥字，但是它只要带字口，那它就是古董。但是你这2个颜色看着有点像黄金，唯一啊就是重量不达标。我们也别研究是哪个朝代的东西了啊，就单说这个材质啊，绝对不是黄金。不是黄金是什么？人家今年有那表示收不起，所以我很无奈的，才找到你们搞收藏的。人家收不起，可能也是看出来材质有猫腻了。你细看一下，这马蹄锦有这么大个，它不可能只有区区200克一个。按黄金的密度来折算，怎么着也得有1斤多重啊。另外，从颜色上看上去啊，虽然说看起来很仿，但是表层啊还是有点泛红。泛红其实就是褪色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过去的马蹄锦也没有这么厚实，形状它更接近马蹄，边上显得很薄，大多数都是1斤重，重量不对，颜色不对，咋看啥都不对。可能你这结果啊，让你这个小算盘可能要落空了。不可能是假的，我弟弟还等着我给他筹备彩礼钱呢。这样吧，2个按400克算，你给我20万吧。你别说给你20万，200块钱恐怕也给不了你。弟弟的彩礼钱无论多少，你这个当姐的呀，都不要去给他承诺，因为人家那条件也不好。如果好的话，也不至于说你是单独对吧来霸占这俩马蹄锦了。你仔细想想，如果这俩马蹄锦是真的话，别人也不可能往垃圾桶里扔啊。反正这一番鉴定之后啊，这也不是真的。反正现在的艺术品嘛，分文不值。好了，我也不卖给你了。我看你是想私吞我的马蹄锦。没有，你别误会，别误会。我这有一块孙小豆金元啊，我媳妇非得说值好几万，可把我气坏了。一气之下，我修理了她一顿。能值多少钱啊？一言不合也不能动手。像孙小豆啊，也有规本，我先看看是啥的。你都不知道啊。像这种孙小豆啊，我家里边也有，和这个一模一样，一块就值几百块钱。你这个小头，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。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确实啊，不是普通的小头，这种是小头里边的名誉品，上5星。我可不管它是上5星还是上4星，跟我家里边小头一模一样。无非也就是外边多套了个盒子。其实外边这个盒子是 PCGS 打的。打盒的目的啊，就是检验银元的真假，分值越高，也就说明它状态越好。你这个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实物状态很漂亮啊，尤其是它的发丝，这一根一根的，买的时候恐怕是真不便宜啊。专门为这件事，我还请教了我老伙计。老伙计咋说？这一块小头啊，别人给我600-700，他最多给我999。3个9，这数字很吉利，就是你这个老伙计心机太重了。你像普通的上6星小头，回收价确实是600左右，这个上5星给你999，完全是看你啥都不懂，想按普通小头的价捡你的大漏，那你确实是啥都不懂。听那老伙计的话，回家动手打恁媳妇儿，恁媳妇儿这打挨了太亏了。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亏。你早告诉我值几百，我就不动你了。非得说我值几万，这不是耍我了吗？恁媳妇儿一晚耍你了，只不过是你不懂银元罢了。上5星和上6星啊，就这一点区别，你看一下，但是它价格区别还是挺大的。两口子过日子有争执很正常啊，
你不能说少不如你的意，你就可以肆意的拳打脚踢啊，这很容易给恁的婚姻造成伤害啊。伤害就伤害吧。哦，没结婚之前，我媳妇说她爸要送几万的陪嫁，哦，结果就值几百块钱，还竟然对我说谎。哎呀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你也别因为这个事儿跟恁媳妇儿再闹了。确实你是对恁媳妇儿产生误会了。首先啊，恁媳妇儿这块孙小头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发行年份是1912年，而我们常见的孙小头，那都是1927年之后，民国10几年后发行的。这个是孙小头第一个发行的版，也就是说从年份上最大的区别。另外，你这个孙小头啊，和常见的那个上六星其实非常好分辨，就是字面的这2个地方，哎，然后五角星显示的很明显，哎，因为这个上五星版啊，当初就短暂发行了几个月吧，所以你细看，它这整体啊都是深打，尤其是它这发丝，哎，一根一根的，堪比9年精发。而我们常见的孙小头就没这种现象了，因为常见的孙小头啊，铸造量数以亿计，哎，它这个模具用了再用，使用率过高，所以品相各方面啊和这种发行量少了没法比。建议你这个上五星状态不错，你即使现在买的话，恐怕也得几万块钱吧。不可能。如果真值几万的话，那我伙计不至于说只给我999吧？这还不是闹着玩的吗？那伙计确实是给你闹着玩的。你想想，几万的银元给你999，这开价简直连陌生人都不如啊！咱毫不客气的说，你都拿着这个银元，你随便去找人估价，也不至于说只报999啊。你也不用替俺媳妇说话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也不往俺朋友身上泼脏水。那肯定不会往恁朋友身上泼脏水。至于能值多少钱，我建议呢，还是多找人估价。倒是你这动手打恁媳妇这个事儿，你得回去好好的想想，看咋给他赔礼道歉吧。哎，我还是找人问问价吧。对，反正我是不信这银元能值几万块啊！谢谢你啊。啊，没事。我这有家传了几十块带龙的银元，我都已经花2000块钱全部凭你入盒了。哦，你看一块值不值10万？我看你这大小像银毫，可不是什么银元，你不能说上面带龙它就值10来万。来，我先看看是啥吧。这价格可不是我自己定的啊，因为我这几十块家传银元，我这鞋可不少花钱，价钱低了我不想卖。你这全是评级入盒的银毫啊，数量确实是不少。如果都是这种广东2角龙毫的话，那你这一个卖不了10万。要不是我现在手里没钱，我绝对不会来你这儿。说实话，这哪一块少10万我还真不卖。我告诉你为什么值不到10万，因为你这些光绪2角龙毫啊，存世量比较多。就以你这些45分的为例啊，状态这都是原味的。但是都流通过，品相的话很一般。你别说你想卖10万，你给别人要10万一个，咱说句不好听的，能让人吓跑。你说的有点夸张了。我现在的困境是没有遇到一个有钱的老板。遇到了，几百万就一下子我买走了。几百万他可不是那种津巴布韦之币啊，一个人能挣几百万嘞，那都是人中龙凤了。人家既然花那么多钱买东西，看中的其实就是它的回报率。几百万买你这些广东2角龙毫，你说能有啥回报率嘞？我这都是家传100多年的古董啊。我知道。据专家说，外面的存世量只有几个，而我家一下子有几十个。又是专家说的，这个专家给你一个估到10万，看来没少忽悠你口袋里边的钱。你都没想想他们这句话是不是前后矛盾？既然全世界存世量只有几个，那恁家一下子传下来几十个，这不是很明显与理不通吗？如果你这些音效真值10万一个的话，你拿给谁看，他都应该很抢手，而不是像我说的很常见啊。我知道你们实体店的套路上来先是一阵子贬低，然后趁机压价，没有，以此来赚了盆满钵满。哎呀，你这没有一丁点依据啊！你记住一句话，状态好的银元，它永远都是好价格。像你这些龙毫啊，在晚清、民国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主流货币，每5个才能兑换1块银元，是所有同类货币里边存世量最多的。而你这些都是光绪年间的，你相比那些宣统存世量又多一些，这是大范围说它的存世量。另外啊，你的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 ，AO， 这个 XF
都表示流通过的状态。这个随便拿一块吧，看它的状态，你仔细看一下，确实有这个流通痕迹。你像那种 MS 未流通的状态，现在一块才300-400，而你这种原味，市场价绝对不会超过200，150-160，这是它的一个正价。不可能，这一块我都花了50块钱的平底费了，被你计算计不算，这越来价钱越低了。那你这些银行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你即使不去入盒，对它也影响不了啥价值。所以说入不入盒价值相差不大。我感觉啊，你应该是被那个专家给洗脑了，因为你这个银行太常见了，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专家，他们都是靠高价来割你们这些啥都不懂的韭菜来。你想想，这今年估计也没少花钱，花了这钱不打水漂了吗？你不管咋说啊，我都相信专家的话。因为我为了这些银元已经花了好几万块钱了。我再等有钱的老板吧。你别等了，我感觉啊，网上专家跟你一块估到10万，这都是虚报的价格。这几年啊，说实话，他也没少忽悠你各种钱。为什么不让你等了吧？如果真值10万一块的话，专家早就给你卖出去了，这是其一。第二个，如果真值10万一块，对别人来说也是有利可图的。你想想，那有钱人早都给你全部买走了，不至于说啊，你这卖了几年还没卖掉，你自己看吧。算了，我看你也不识货，我还是去找有钱人问问吧。那行，那我给你装进来，你再去找别人吧。爷爷啊，年轻的时候那真是有钱的很啊！上个月他给我端进来这一盘子老手表，你看看，全部都能用，而且都是正儿八经的老古董。那确实都是8、90年代的这个手表，而且这数量还不少嘞。这一盘整整是12个。对，这可以当时买的时候不便宜，现在带的人不多。不是带的人不多，是他们没有钱买。俺也说了，这一个手表都得10来万，这一盘子200多万的货嘞。多少100-200万？这卖给谁？虽说你这些手表都能用，但是年份时间并不长。8、90年代，你说的3转1响，指的就是有这种手表。当时8、90年代是稀罕物。你现在以现在的科技来说，比这技工强太多了，到处都是。最主要是你这存世量还多。你不要给我讲啥存世量，我长这么大了，我是一个都没见过，我都找人估过价了，一个能给我15万。别闹了，一个给你15万，你这说出来恐怕没几个人相信啊！你要是国外的大牌，像那种格拉夫或者是百达翡丽，对吧？它存世量少，或者是过去名人戴的限量表，或许会有一个好价钱。还有你长这么大没见过别人戴，只能说明他这些款式都过时了。你不要跟我讲啥过时不过时啊！我们现在说的就是古董的价值，稀少的很。如果不值钱，为什么专家会给我15万一个呢？专家给你报15万一个，并不代表就能值15万。毕竟15万也没给到你手里边。他们之所以给你报高价是有原因的，有可能是想挣你的鉴定费，少这几百，有的上千，反正他们有套路。收的费用倒是也不贵啊，一个才收200块钱，这12个也就是2400块钱，给我打了一个95折，才给他们2000多块钱。那别管给你打几折，收了你2000多块钱的费用这都是人家的真实目的，光给你鉴定一下都收你2000多块钱了，等你拿东西去找他们的时候，该建议你上牌了，到时候再收你点钱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比你这手表都贵啊。那你就胡说，我第一次听说鉴定费会比古董还贵嘞。对，除了价格高了，我也不卖。你估个多少钱一个吧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想发大财，不然不会如此好忽悠。你这个手表首先是属于8、90年代的产物，当时3转1响，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那个收音机，像这几样年轻人结婚人标配，可以理解为现在的车子、房子。只要结婚的男女青年，像这种手表可以说人手一份。对呀，你可想而知，那这父辈戴的他都有，你想想他们的存世量多大吧？就从你一个人手里边就12块。对，如果真稀少10几万一块，他不可能一下子有这么多。另外，你可以看一下实物这12块手表也不是最先进的工艺，这种也不是全自动，你这种是属于半自动，你不上劲儿它都不走，而且你这都是国产的，也没啥国际的大牌，所以从存世量上、实物的稀缺性上，以前买的时候都几十块钱一个，你现在卖的话
差不多也都几十块钱一个吧？几十块钱一个？对呀，你可别逗我了，几十块钱一个，你自己说，你还能买到啥？那是你这个价钱估了呀，一点根据都没有。我们衡量一样东西的价值啊，最主要是看它的这个受众群体。基本上现在戴这种手表的，大多数都是以老年人为主，像70、80岁老年人他戴的多。你想想，他们手里边也没啥钱，只能买这种手表，弥补一下年轻时候没戴过的遗憾。小梁，我看这真是在瞎扯淡。那是。你想这些手表啊，就像专家说的那样，再过个100年、200年，你别说15万，100万你也买不到一个了。哎，你说的有可能是对的，这100-200年后的事情，说实话谁说准了嘞？现在反正你这都几十块钱一个吧，你也别天真的想从中能发财了。我建议你啊，还是多找人问问，多问问价，多看看，多理解理解。我是看明白了，我看你是啊，对音乐一定挺懂的。可惜啊，你对这些手表不懂。那你既然不识货，我都不勉强你了。行，你再找人问问吧。